楚风，不要意气用事。独孤星风劝道。楚风没有说错，既然一起来的，就应该一起走。我们不能丢下炎族老祖逃走，更不能丢下你逃走，否则我们就是不仁不义。红强也是开口，他赞成楚风的说法，要一起来，一起走。这那好吧，我传音给严前辈，让他知道咱们已经把人救出来了，让他想办法脱身，然后咱们便先离开，他一定会想办法与咱们会合的。独孤星风说道。掌教大人，你确定炎族老祖能够安然脱身吗？楚风问道。应该没问题。煞帝虽然与严前辈一样，都是一品武帝，可严前辈的实力很强，你看他们二人此刻的战斗，煞帝已经使用了很多咒土们的强力手段，可是严前辈却根本没有动用炎族的手段。若是严前辈使尽全力，煞帝绝不是他的对手，就算他不使用全力，想要脱身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独孤星风分析道。的确如此，那也好，你传音于严前辈，然后咱们就先离开。戒师联盟掌教说道。传音用的是武力，这是一种手段，而这种手段也分强弱，也有技巧。如果换作平常的时候，他们向炎族老祖传音也许没有什么，但是现在煞帝正在与炎族老祖交手，他身为一代武帝，在战斗的时候感应力达到了最佳地步，这个时候有人向炎族老祖传音，不仅炎族老祖能听到，煞帝同样也能听到，所以这个时候若想向炎族老祖传音，就必须掌握特殊的手段，需要有足够强的实力，才能只传音给炎族老祖，不被煞帝捕捉到。老实说，红强、苗人龙、戒师联盟掌教他们都没有绝对的把握让自己的传音不被煞帝捕捉，所以只能让独孤星风来，毕竟独孤星风是他们4人之中实力最强的，而此刻的独孤星风已经悄悄靠近炎族老祖与煞帝的战圈，只有距离越近，他才越有把握，而眼下他已经到达了有把握的范围，并且开始暗中向炎族老祖进行传音。几位小友，你们先走，我会去追赶上你们的。很快，楚风等人便全部收到了炎族老祖的传音。走吧。独孤星风也是飞掠了回来，准备带着楚风等人离开，赶来我咒土门捣乱，你可真是胆大包天。然而就在楚风等人撤离之际，忽然天际上出现数百道身影，半地巅峰，足足数百道身影，全部都是半地巅峰，是咒土盛会的人现身了，到头来还是惊动了咒土盛会的人。而若只是这些人也就算了，先前那位喊话的散发的威势无与伦比，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是彰显出他的不凡，这位竟也是一位武帝强者，咒帝，是咒土盛会的咒帝。见到这位，独孤星风恍然一惊，他已经认出了这位的来路，那位披着黑色的斗篷，但斗篷之上却贴满了符纸，每一张符纸都是经过特殊炼制，非常强大的符纸。虽然看不清他的容貌，但这特殊的装扮必然就是咒土门鼎鼎大名的咒帝。咒帝是炼制符纸以及运用符纸的真正高手，实力还要在杀帝之上，他的出现可不容乐观。而当咒土盛会这些老怪物们现身之后，那些半地巅峰的老怪物们便开始以特殊的阵势将炎族老祖与煞帝团团包围，随后他们分别取出一张满是符咒的卷轴，缠在了自己的腰间。这一刻，他们的身上都散发出黑色的气焰，随后他们双掌合并，同喝一声锁。此话一出，自他们的体内便纷纷爆射出一道道暗黑色的锁链，快如奔雷，势如蛟龙，相互交织，相互缠绕，很快便形成了一座强力的封锁打针。他们这是要布置一道天罗地网，将炎族老祖封在其中。这不是简单的天罗地网，是一座真正的大阵，咒土门特有的符纸大阵，不仅能封锁对手，还会给对手造成压力，压制对手的实力。这一刻，炎族老祖也是眉头紧皱起来。虽说半地巅峰他不惧怕，可是当几百位半地巅峰毫无顾忌的在他面前施展出这样的阵法，他就不能不怕，因为这阵法对他来说也是有着一定威胁的。若是那阵法施展完毕，煞帝与咒帝再联手对付他，那他今日可就是凶多吉少。星风，带着楚风他们走，不要管我。炎族老祖表面没有变化，但却在暗中说出了这样一句话，随后他的眼中便涌现出了一抹决意，那是视死如归的决意。楚风，我们必须走了，严前辈他怕走不了了，如果我们不走，待咒土门发现了我们，便只会全军覆灭，严前辈也就等于白白牺牲。独孤星风对楚风劝道，看得出来他此刻也很痛苦，从语气中也能听得出来，不过这也并不奇怪，毕竟在场之人就属他与炎族老祖的感情最深。但是独孤星风的确是一个以大局为重的人，哪怕是自己最重要的人面临死亡，他也很清楚接下来该怎么做。掌教大人，你不是说严前辈的实力很强吗？他为何不动用全力，而是选择放弃？楚风观察敏锐，尽管距离很远，甚至他都看不到炎族老祖的容貌与情绪变化，可是他却能够感觉到炎族老祖对他们发出那句传音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视死如归的准备。他是不准备走了，炎族老祖是准备用自己的命掩护楚风等人离开，他不会动用全力的。若是动用了全力，就会暴露他是炎族之人的身份，那个时候就算他今日能逃脱，可是炎族也将大难临头。以咒土门的作风，绝对不会放过炎族，更不会放过老祖，并且若是动手，就一定会斩草除根。独孤星风说道。听得此话，楚风不再言语，可却双拳紧握，握的手指滋滋作响，就连指甲都深深地刺入了自己掌心，流出了鲜红色的血液。楚风很痛，他的痛不是来自掌心，而是来自良心，他良心上过意不去了。他请了这么多人来这里，是帮自己救人的，但他不希望有任何一个人死在这里，尤其是他请来的人，因为只要有任何一个人死在这里，那都是因为他而死，是他把炎族老祖他们带到了这里，尤其是炎族老祖
这可是炎族的支柱，若是因为他而死在了这里，这叫他如何能够过意得去？这叫他如何面对炎族？他会愧疚死。楚风，人生自古谁无死，就看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值不值得了。而我今日不是因你而死，而是因我人族的未来而死。我死得其所，我死得很值。走吧，你若不走，我便白白的死在了这里。那样一来，我死得便不值，便要含恨中。忽然，炎族老祖的传音再度传入了楚风耳中。他似乎知道楚风在犹豫，在挣扎，竟劝起了楚风：你究竟是谁？竟敢来我咒土门大开杀戒？今日非要揭开你的真面目，不管你是来自哪里，你的亲人、你的家人、你的族人、你的势力，都要因你而付出血的代价。忽然，一声狰狞的怒吼响起，是纣帝他出手了，手握无数符咒，同时散射而出，向炎族老祖发动了凶猛的攻击。尔等小辈也敢此般大言不惭，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可就在这时，久久未语的炎族老祖竟然开口了，虽然那声音不是他的，但却苍劲有力，宛如天神之怒吼，震慑心扉。而最重要的是，当他这个声音响起之际，一股无与伦比的威压也是散发开来。那威压一出，咒土圣会数百位长老所布置的阵法锁链纷纷碎裂开来，被硬生生的震断了。而那数百位长老也是被吹飞到数里开外，随后如同失去了御空之力一般，纷纷摔落而下，随后如同死狗一般趴在地上，一动都动不了。就连那纣帝所发出的数道符纸也是被吹散开来，还未发挥出作用，便化成了粉碎。甚至就连纣帝与煞帝也是如同稻草人一般被吹散开来，简直不堪一击。你是二品武帝。这一刻，煞帝与纣帝皆是傻眼了。同为武帝，能够带给他们如此大的压迫感，只有比他们境界高的存在，所以他们几乎能够从眼下感受到的压力之中分辨出来，对手不是一品武帝，而是远强于他们的二品武帝。而对于纣帝与煞帝的质问，炎族老祖则是不予理会，他大袖一挥，其身前的空间便是一阵动荡，随后空气竟然被其所用，化作了数万把利剑，漂浮在他的四面八方，对准了咒土门在场的所有人。这位前辈，我咒土门与您无冤无仇，您为何要大开杀戒？这一刻，先前还嚣张无比的纣帝慌了，因为在那位的压迫下，他连动都动不了，只能任人宰割。而尽管那数万把利剑是由空气凝聚而成，但却也蕴含了武力，对他们都有着致命的威胁。炎族老祖依旧没有理会纣帝，而是大袖再度一挥，那数万把利剑便爆射而出，在血花四溅之间，纷纷射入了咒土门在场的所有长老与弟子，就连煞帝与纣帝也不例外。不，有例外，楚风他们并没有受到那利剑的攻击，他们是唯一的特例。尽管他们此刻也是伪装成了咒土门长老的样子，但是他们却没有受到攻击。这样的漏洞可谓是极大的破绽，只要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就能够意识到楚风他们便是那位武帝的同伙。但是这种生命攸关的时刻，又怎么会有人注意到这些？他们关心的只有自己的性命能不能保住。不过奇迹发生了，虽说那利剑几乎洞穿了咒土门在场所有人的身体，可却皆非致命之处。炎族老祖是手下留情了，他并没有真的动杀念。尔等听着，今日我以利剑刺题警示你们，不要再做残害无辜生灵之事。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为一己私欲而滥杀无辜。若是还敢再做，下一次就绝不是只杀了你咒土门的掌教和6名长老这么简单，我会让你咒土门不复存在。炎族老祖再度开口了，他的这番话另有深意，就是在告诉咒土门，他已经杀了咒土门掌教以及6名长老都死了，而他们是被自己所杀。炎族老祖把所有的罪责都揽在了自己的头上。说完这番话，炎族老祖对着楚风等人大袖一挥，明明相隔极远，但却仍然就将楚风等人在瞬息之间便吸到了他的身旁。这种速度简直超乎想象。而当楚风等人靠近之后，炎族老祖便带着楚风等人踏入了虚空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有那满的疮痍的咒土门，以及皆是受伤了的咒土门弟子。来无影，去无踪，只留战场与血尸，神威盖世，气势如虹。坤儿死，他说我的坤儿死了，那个混账杀了我的坤儿。忽然，沙帝痛苦无比地呼喊起来。他本是冷血之人，根本没有感情，但是咒土门掌教不同，那不仅是他的儿子，更是他的心血，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他得知丧坤死后才会如此的痛苦。煞兄，节哀顺变吧，看来是我们为会长大人炼制凝血大阵的事情败露，才引来了这么一位煞星。纣帝说道。那怎么办？现在是会长大人能否突破的关键时机，若是不能尽快将凝血大阵炼制完成，那会长大人突破失败，我们都要吃不了兜着走啊。煞帝虽然心痛无比，但却也知道为会长大人做事更为重要，只要想到他们若是失败，会长大人动起怒来的样子，他也是吓得脸色苍白。有这么一位煞星守着，有谁还敢去抓人？纣帝问道。可恶，若不是会长大人正在突破关头，我咒土门岂容他来撒野？煞帝气得咬牙切齿，怒意十足。这位的事情，待会长大人出关后自然会处理。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帮助会长大人把这凝血大阵炼制完成，助会长大人突破成功。纣帝说道。可是你刚刚不是还说有那位煞帝守着，不能再去抓人，炼制凝血大阵了吗？煞帝不太明白，不能外出抓人，就只能用自己人了。纣帝说话之间，看向了下方那些正在治疗伤势的咒土门弟子与长老。你的意思是要拿我咒土门的长老与弟子炼制凝血大阵？听得此话，就连煞帝也是大吃一惊，随后赶忙说道。纣兄，虎毒尚且不嗣子啊。的确，虎毒不嗣子，可杀兄，你需要明白，天下间最毒的不是虎，
而是人。纣帝说道：“纣兄，看来你是心意已决。”沙帝说道：“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炼制成这凝血大阵。长老和弟子以后还可以慢慢培养，可若是会长大人，他错过这次突破的机会，那就要再等千年。到时候莫说你我都要吃不了兜着走，也许会长大人便会大开杀戒，这些长老和弟子那个时候更是一个都活不了。何况只要会长大人能够突破成功，9世之中还有谁能与我纣土门抗衡？那个时候我纣土门就将成为9世的王，9世的帝，9世的第一。而这些长老与弟子的血也就洒得值，他们的命也就没得值，简直是值得不能再值。”纣帝说道：“纣兄所言极是，既然如此，那干脆现在就动手吧。”话到此处，煞地看向了下方，那些正在疗伤的长老与弟子们眼中满是无情的杀意，而那些长老与弟子们凡是注意到这目光的，都是赶忙笑脸回应，甚至不顾伤势跪地叩首，表达他们对纣帝与煞帝的敬仰与崇拜。不过可惜，他们不知道，接下来等他们的乃是无情的屠杀，是他们所崇拜的人对他们的屠杀。在炎族老祖的带领下，楚风等人很快便离开了纣土门所控制的领土，并且最终来到了纣土领域的边界。这里渺无人烟，并且又是大山之中，可以说是绝对的安全。而直到这一刻，炎族老祖才飘落下，将楚风等人都放了下来。炎前辈，真想不到您已经成功突破，成为了2品5帝。您也真是的，怎么连我也骂？在炎族的时候还和我卖关子，说您这辈子都无法突破，当时我还信以为真，没想到您早就突破了，是在与我开玩笑。落地之后，独孤星风显得很是兴奋。青木山与炎族关系很好，而他与炎族老祖关系也是不错。炎族老祖修为提升，这不仅对他，就连对青木山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炎前辈，您既然可以杀掉那群畜生，为何不直接杀了他们？那样的畜生只是警示有用吗？他们肯定不会听您的，应该当时就一不做二不休，杀个干净为好。反正他们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做的。这一刻，口直心快的红强则是觉得炎族老祖应该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几位小友，怕是要让你们失望了，先前的一切都不是我做的。然而就在这时，炎族老祖终于开口了，只不过他声音却很是虚弱。与此同时，那曾挡住炎族老祖的光芒也是随之消散，炎族老祖的真容也终于是浮现在了众人的面前。只不过此刻炎族老祖他面色苍白，气息卑微，就仿佛身受重创一般，就连站都有些站不稳，看着不是很妙。前辈，您这是怎么了？见状，独孤星风与红强赶忙上前搀扶住了那摇摇欲坠的炎族老祖。没事，还死不了，只是灵魂受到了压制，扶我坐下，让我调息片刻。炎族老祖摆了摆手，示意众人不必紧张。见状，独孤星风与红强赶忙照做，而炎族老祖则是闭上双目，双手交加，开始调整气息。而与此同时，戒师联盟掌教则是心领神会地布置了一道隐藏结界，将他们几个所在的区域隐藏起来。尽管这里的位置已经相对安全，可是为了以防万一，他们还是隐藏自己为好。毕竟他们也不知道炎族老祖这次的调息到底要用多久，至少现在来看，他的伤势似乎不轻。究竟怎么回事？炎前辈他明明击退了煞帝与纣帝，以他那个时候所散发出的威势，根本不像是受伤了呀。甚至就在咱们落地之前，他那速度也是快得可怕，怎么看都不像受伤了，怎么现在忽然就这样了？这到底是怎么了？苗人龙发出了疑问，而独孤星风等人都是摇了摇头，他们都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而在他们的脸上都挂着同样的担忧，因为这件事有点诡异。诸位，真是抱歉，因为我而让你们冒了如此大的风险，还害得那位前辈受了如此重的伤，我蛋台英明真是万分惭愧。就在这时，又一道虚弱的声音响起，是蛋台英明。此刻的他满面愧疚，其实他早就苏醒了，在炎族老祖带着他们赶路的时候，他就已经苏醒了，并且已经知道了是楚风带着这么一大群高手来救他的事情。这位兄台，你还是好好养伤吧，就不要说话了，身体才为要紧。见状，独孤星风等人都走了过来，他们对蛋台英明没有一丝责怪，相反还很是关心。独孤掌教，谢谢你；楚风，谢谢你；红强兄，谢谢你；戒师联盟的2位，也谢谢你们。我们无亲无故，你们却这样帮我蛋台英明真是过意不去，但也发自内心的感激。我真是恨，为什么不能早认识你们？若是能够早日相识，便可经常的把酒言欢，我们定能成为无话不谈的兄弟。蛋台英明的脸上挂着复杂的笑容，这位兄台，你想与我们饮酒，这完全不是问题，日后有都是机会，不过前提是你要先把伤养好。独孤星风笑着说道。独孤掌教，不用安慰我了，我自己的身体什么状况，我自己最清楚。那幽绿蜈蚣的毒素太凶，早就进入我的丹田，乱了我的神识，我活不下去了，也活不了多久了。蛋台英明淡淡的笑道。听得此话，独孤星风等人都沉默了。其实他们也早就发现了，在戒师联盟掌教以及苗人龙为蛋台英明驱毒的时候，就发现了蛋台英明的确活不下来了。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谢谢你们，尤其是楚风、雪儿与我说起过你，但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够义气，只是听闻雪儿有难，就不顾一切的过来解救。你这样的年轻人，在如今这个世道实在是太少，也实在是太难得了。蛋台英明笑着对楚风说道，他这些话是发自肺腑的，他真的觉得楚风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正所谓患难与共见真情，楚风的真情他见到了，楚风是真心拿蛋台雪当朋友的。不过可惜他看不到楚风的未来，也看不到蛋台雪的未来了。他知道他今日必死，所以他很是遗憾，很是不甘。前辈晚辈能否敬您一杯？楚风说道。
楚风，你有酒？蛋台英明的脸上露出了喜悦之容，不仅有酒，还有杯。楚风说话间，自乾坤袋内取出几大坛子酒，这些酒皆不一样，但皆是好酒。与此同时，楚风又取出几个酒杯，这杯看着并不金贵，但却很大，很实在，似是大碗一般。而楚风就是喜欢这样的杯。好，替我满上一杯。见到酒，蛋台英明顿时来了精神，简直不像是受伤之人。而楚风也不怠慢，赶忙双手端着酒坛，替蛋台英明满上了一大杯酒。几位兄台，共饮几杯吧。蛋台英明握住那载满酒水的杯子，对独孤星风等人说道：“好。”独孤星风皆是点头，也不客气，自己举杯倒酒，把自己的杯子都满上了。干！碰杯的声音响起，楚风以及独孤星风等人便一同举杯畅饮起来。他们的干杯无关身份，有的只是情谊，为兄弟抛头颅洒热血的情谊。哪怕明明相识不久，但却经历了患难与共，这种情谊就比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酒肉朋友要来得深，来得沉，来得重。尽管此刻的情况不容乐观，有人重伤，有人将死，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可是这酒他们却喝得很是痛快，可谓畅快淋漓，很快便将楚风带的所有酒都喝光了。喝光了酒，楚风等人便闪到了一旁，因为他们知道蛋台英明肯定有话想对蛋台雪说，这是蛋台英明最后的时刻，不能让他有遗憾，应该让他把最后的话说完，把想交代的事交代完。在蛋台英明与蛋台雪交谈的时候，蛋台雪哭了，这是楚风第一次看见蛋台雪哭。蛋台雪的脸已经够冷了，忽然出现了这样两行泪，更冷，冷得让人心疼。可是最为亲近的人将要死去，谁又能够不哭？再坚强的人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泪，毕竟人都是有情的。雪儿，你虽不是我蛋台家的人，但我却拿你当亲女儿，所以我将蛋台家最重要的交给你。蛋台英明说话间，将一把小巧的匕首递给了蛋台雪。这匕首很是特别，是白色的，上面刻满了雪花，并且散发着微弱的寒气，这是寒雪笔。看到这个匕首，蛋台雪也是神情一变，那双大眼睛中涌现出了惊讶之色。没错，正是寒雪笔。当年纣土妻子灭杀我蛋台家，为的就是这寒雪笔，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寒雪笔会在我这样一个看着不起眼的孩子身上。现在我将这寒雪笔交给你，因为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这寒雪笔，而是你，我最引以为傲的女儿蛋台雪。说来也是有缘，当年我捡到你时，你就被遗弃在寒雪之中，不过那寒雪却冻不伤你，相反那雪花围绕着你，像是守护者一样。那个时候我不还不知你是天赐神体，但却知道你与雪有缘，所以为你命名为蛋台雪。雪儿，拔开它吧。蛋台英明说道。义父，您让我拔开它，您不是说这是蛋台家的至宝，只有蛋台家的天才才能拔得开这寒雪笔吗？可我虽名蛋台雪，但并不是蛋台家的人啊。蛋台雪说道。在遇到你之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认为只有蛋台家的人才能拔开这寒雪笔，因为这寒雪笔内有着我蛋台家最大的秘密，让我蛋台家崛起变强的秘密。不过遇到你之后，我发现我错了，因为在你还不记事的时候，有一次我逗你玩，你居然拔出了这个连我蛋台家都没人能够拔得开的寒雪笔。蛋台英明说道。义父，你说我拔开过寒雪笔？蛋台雪很是吃惊，连他自己都不太相信，虽然只是拔开了一半，但也算是拔开了。所以我知道待你长大会后，一定能够彻底拔开寒雪笔，解开那能够让我蛋台家变强的秘密。雪儿，拔开吧，倘若能够亲眼看着你拔开这寒雪笔，我也算了缺了此生的一个心愿，就算死我也没有遗憾了。蛋台英明话到此处已是越发的虚弱，他快要不行了，而蛋台雪也不怠慢，两只手紧紧地握住寒雪笔，随后右臂猛然发力，只听锵的一声，一抹寒光便散发而出，一股寒气也是横扫开来。这一刻，楚风等人皆是眼前一亮，目光变得凝重起来。他们在那寒雪笔之中感受到了远古气息，这寒雪笔竟是来自远古之物。那寒雪笔被拔开了，可是只拔开了一半，便拔不出来了。哪怕蛋台雪用尽全力，紧咬牙关，也是拔不动了。并且那寒雪笔的鞘内竟然有吸力，正在将被拔出的部分向内吸去。而这吸力之大，尽管蛋台雪尽量的拉扯，可最终还是败下阵来。那寒雪笔合上了，合上的一瞬间，那股不凡的威势全都消失不见，此处恢复了先前的模样。义父，抱歉，雪儿做不到。蛋台雪摇了摇头。天意。蛋台英明说出的此话后，竟然释怀的笑了，随后对蛋台雪说道：雪儿，之前我告诉你要远离任何人，那是错的，我不想你走与我同样的路，走过孤独的一生，寂寞的一生，所以你还是需要朋友，而楚风便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你可以信任他，他今日帮了你，日后他需要你的时候，你也一定要帮他，明白吗？雪儿明白。蛋台雪点了点头，有这样的朋友照顾你，我也就放心了。说出这句话后，蛋台英明便闭上了双眼，倒了下去。义父，见到这一幕，蛋台雪顿时惊呼出声，上前搀扶住了蛋台英明，并且努力地向蛋台英明体内灌输力量，想要保他性命。不过可惜，蛋台英明已经死去，人力不可挽回，就算蛋台雪做再多也是无用。这一刻，楚风等人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只能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忽然一阵咳嗽响起，是炎族老祖，这位武帝强者终于醒了过来。炎前辈，您醒了，感觉怎么样？见状，楚风等人赶忙围了过去。蛋台英明已经死了，他们可不想炎族老祖再出现什么三长两短。放心，死不了。炎族老祖摆了摆手，示意楚风等人不必担心。前辈，您到底是怎么了？是什么时候受的伤？
我们怎么都不知道？楚风等人不解地问道。先前那2品5帝的气息不是我的，击败咒地煞地的人不是我，打伤了咒土门众人的人也不是我，警告他们的人还不是我，就连把你们带到这里来的人仍然不是我。炎族老祖说道。前辈，您在说什么呢？我们怎么听不懂？楚风等人都被炎族老祖的话弄糊涂了。我被人控制了。炎族老祖说道。什么？听得此话，楚风等人皆是大惊。炎前辈，您刚刚说您是被人控制了，是被什么人控制了？独孤星风追问起来，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不止他是这般，楚风等人都是如此。因为这件事本来就很不可思议。如果说换做楚风这个境界的人被人硬生生的控制，还情有可原。但是炎族老祖可是一位5帝强者，就连这样的人都被控制了，那么那个控制他的人会是怎样的存在？会是何等的恐怖？不知道是什么人，但能够确定他很强，至少是3品5帝，否则不可能一瞬间便压垮我的意识，强行占据我的肉身，并且还用我的肉身施展出他所掌握的手段。炎族老祖说道。3品5帝听得此话，独孤星风等人皆是大吃一惊，神情变得异常凝重。要知道9市平均下来，每座势力的5帝强者大概都是3到5位之间，相差不会太多，而9市的最强者，也就是盛会会长级别的存在，基本上也都是2品5帝。正因如此，9市之间才能保持平衡。虽然不排除现在那9位会长已经有人踏入了3品5帝的层次，但那也只是一种可能。可是眼下竟然有一位活生生的3品5帝出现了，并且还发现了他们的一举一动、所作所为，甚至借用了炎族老祖的身体，警告了咒土门的人。不过准确来说，是那位是救了他们，那位若不出手，炎族老祖今日怕是要死在咒土门。那位究竟是谁？为何要救我们？在场的都是明白人，知道那位是个好心人，否则不会救楚风等人，也不会把斩杀咒土妻子的事情拦到自己身上。只是他们好奇，究竟是什么人会无缘无故的出手相助，并且还是如此强大的人。5只圣土本就藏龙卧虎，先不提3府4族9市，也不提那些声名远播、威震圣土的大人物，单单是隐姓埋名、不为人知的高手也有不少。虽然咒土领域在这浩瀚的5只圣土之中是偏僻之地，是资源稀缺之地，可是谁就能保证这里就没有隐世的5帝强者呢？咒土门如今为了一己私欲，竟然滥杀无辜，残害那么多生命，实在是丧尽天良，人人得以诛之。有人看不下去，出手警告一下也是正常的。所以不管是谁，他应该都是正义之辈，至少他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对我们百利而无一害的。哪怕我现在神识受损，可却也保住了一条性命，所以我们都要感谢他。炎族老祖说道。听得此话，楚风等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索性也都不再去猜测那出手之人究竟是谁。楚风，我要将我义父葬在此处。淡台雪走了过来，此刻他已经不再哭了，脸颊的泪水也被擦拭了下去，可是那红着的眼圈却让人知道他仍旧非常的痛苦。就葬在这里。楚风有些意外，这里是真正的荒郊野岭，很不安全，而淡台英明可是半地巅峰，他的本源甚至他的尸骸都是珍贵的宝贝，若是被人发现，怕是要尸骨无存，一切都要被盗走，所以把淡台英明葬在这里很是不妥当。淡台小友，不如把你义父葬在我青木山吧。独孤星风说道。多谢独孤前辈的好意，不过我义父说过，死在哪里便葬在哪里，他一生走的路够多了，不想死后还走，就葬在这里吧。淡台雪坚持道。好吧，我帮你。楚风说道。淡台雪并未拒绝，而是点了点头。忽然这封锁此处的隐藏结界取消了，世界师联盟掌教取消的。楚风，选一个好地方，相信你知道怎么做。界师联盟掌教说道。弟子明白。楚风带着淡台雪离开此处，在这大山之中以天眼观察，终寻得了一处适合埋葬淡台英明的地方。这里不仅隐秘，还是风水宝地，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葬人之地。寻得此处后，淡台雪没有动用结界之术来快速的制造出一个坟，而是用自己的双手去亲自挖一座坟。见状，楚风也是伸出自己的双手去帮助淡台雪。楚风，你为什么要帮我？忽然淡台雪抬头问道，清澈的眼眸中却闪烁着复杂的目光。因为你帮过我。楚风回道。我当初帮你是因为祸因我起，不想你们因为我闯下的祸端而让你们受到牵连，而你帮我是因为你觉得你欠我人情，所以不远数万里也要来救我，为的就是想不欠我人情。淡台雪问道。不，楚风摇了摇头说道。我帮你是因为我拿你当朋友，也许这一次我救了你，你觉得咱们两清了，但是若是还有下次下次，只要你需要我，我就会无条件的帮你。记住，朋友之间流淌的是友情，天下间没有什么比情还重要，所以我帮你没有所图，但却也有目的，我的目的就是希望你好。楚风说道。听得此话，淡台雪小脸一僵，美眸之中有了变化，随后他沉默了，低下头不再说话，继续用自己那白皙如玉的小手去挖着坚硬的土壤。可是再坚硬的土壤在他面前也是如水一般，眼下他与楚风已经挖得很深了，可他们却还在继续挖，是准备将淡台英明葬得深一点。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楚风问道。我准备去帝王领域。淡台雪说道。帝王领域。听得此话，楚风一愣，他来5只圣土这么久了，自然知道何为帝王领域。5只圣土很大，可因为界限能量的存在，5只圣土被分为了多个领域，有被人占据的领域，也有没被人占据的领域。但毋庸置疑的是，帝王领域是5只圣土最为浩瀚也是最为繁荣的领域。帝王领域位于5只圣土的中央，它的领土面积
是九世所占据领土的几10倍还要多。帝王领域是东方地族、西门地族、北唐地族、南宫地族所在的领域。帝王领域是人王府、地狱府、天道府所在的领域。帝王领域也是远古精灵之核心，精灵王国所在的领域。帝王领域是5之圣土最多强者出没的领域，却也是5之圣土最难生存的领域。想去那里，没有足够的实力，只能任人欺辱、折磨致死。但若想变强，那里却又是必须去的领域。想要封殿，想要封王，想要封为一代帝王，只有在那里才能做到。楚风，你与我一起去吧。忽然，淡台雪说道，他竟邀请楚风与他同行。楚风，与我同行吧。你若想变强，不可在顺境中成长，需在逆境中成长。而帝王领域是目前来说是最适合你的地方，在那里4族、3府的天才齐聚，比我们强的同辈数不胜数。只有到了那里，我们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弱小，才能更快的进步，并且你的朋友也在那里。4是怕楚风不去，淡台雪补充道。我的朋友？哪个朋友？楚风问道。你在东方海域的朋友？不，严格来说，那不只是朋友，而是你的爱人，叫做紫菱与苏柔。淡台雪说道。紫菱和苏柔，他们来过咒土领域，你见过他们？他们可好？听得此话，楚风顿时大喜，赶忙询问起来。有好有坏。淡台雪说道。有好有坏。淡台姑娘，你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怎么了？楚风紧张地追问。他们2个如今的修为都很强，皆是半地境，尤其那紫菱更是与我一样，乃是2品半地，这自然是好事。不过他们似乎都患了重病，病发之时痛不欲生。我若没有猜错，那应该是反噬之痛。而他们之前修为那么弱，忽然变得这么强，也是不合乎常理。所以我总结得出，他们的修为来路不正，所以才有反噬之痛。修武一途就是如此，想获得力量就要付出代价，力量来得越快越强，代价也就越大越重，所以就是有好有坏。但台雪说道。听到这里，楚风便明白了，只是他没有想到紫菱与苏柔的实力提升到了这种地步，真的成为了半地，尤其是紫菱竟已是2品半地。淡台姑娘，你先前说他们也去了帝王领域，那你可知道他们去了咒土领域哪里？楚风问道。他已经决定了，他也要去帝王领域。先不说他现在应该去那里闯一闯，单单为了苏柔与紫菱，他也要去。他知道苏柔与紫菱现在所承受的反噬之痛有多痛苦，有多危险，而他掌握的阵法倒是能够缓解这种反噬之痛。他必须尽快找到苏柔与紫菱，把自己掌握的阵法传授给他们。可是帝王领域实在太大，假如不知道他们具体去了哪里，楚风胡乱寻找，那简直就是大海捞针。知道，对于去向，他们倒是没有瞒着我，还告诉了我他们的去向是仙人岛。但台雪说道。仙人岛那是什么地方？楚风好奇地问道。他倒没听说过这个所谓的仙人岛，亏你还是界师联盟的挂名弟子，居然连仙人岛都不知道。见楚风竟是一脸的不知道，就连淡台雪这样的姑娘都是忍不住鄙视地看了一眼楚风，这才说道：5之圣土的5地强者已是极少，但是龙纹级的黄袍界灵师却更是少之又少。整个5之圣土，龙纹级的黄袍界灵师屈指可数，不超过10个人。而仙人岛的主人练兵仙人，他便是一位龙纹级的黄袍界灵师，并且他是公认为如今的5之圣土最擅长练兵之术的黄袍界灵师。听紫菱与苏柔说，练兵仙人在仙人岛举办一场赐兵大会，凡是参加赐兵大会者，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是何修为，只要能够通过他的考验，登上仙人岛，他便赐一件兵器，并且是量身打造的兵器。但台雪说道。这么说来，紫菱与苏柔是为那赐兵大会而去？楚风问道。虽然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听到的消息，也不知道这消息准不准确，更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他们的确是向仙人岛去了。但台雪说道。那好，我也去仙人岛瞧一瞧，顺便见识一下龙纹级黄袍界灵师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楚风说道。那我与你同行吧，我也想见识一下龙纹级的黄袍界灵师。但台雪说道。那可就太好了。楚风颇为欣喜地笑了。若只是自己去，那一路走来多少都会有些孤单，可若有淡台雪这样的大美女陪伴，可就不会孤单了。随后楚风又与淡台雪聊了很多，他发现淡台雪变得比以往健谈了，可能是这一次他救了淡台雪，也可能是淡台英明对淡台雪说的那番话。总之淡台雪对楚风的印象似乎变了，不再像之前那般冷若冰霜。而在与淡台雪的交谈中，楚风也知道淡台雪竟也是一个锅，是在寒雪之中被淡台英明捡到且收留的义女。淡台雪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淡台英明是他一生唯一的亲人，所以淡台英明的死对他的打击真的很大。在闲聊之中，楚风与淡台雪终于把坟挖好了。坟挖好后，楚风帮助淡台英明打造了一座结界棺材，这才将其安葬，并且在安葬的过程中，楚风在此处布置了不少结界机关。哪怕安葬之后，楚风还在这墓地周围布置了一座迷魂大阵，那大阵能在无形之间影响人的思维，让路过此处的人下意识的就不想靠近淡台英明安葬的地方。而淡台雪更是通过阵法在此处留下了一道自己的神识，这样一来，只要有人靠近此处，无论他在什么地方，都会知道有人来过，并且知道是什么人来过。可是当淡台雪师展出结界之术后，就连楚风也是颇感意外，淡台雪不仅是2品半地，还是一位黄袍界灵师，这个丫头还真是凶残。毕竟淡台雪与那些大势力的弟子不一样，她的师尊其实就是她的义父，而她的义父独自一人，掌握的资源肯定有限，而能够把她培养成这种地步，绝对不是她的义父强，而是她自己本身太强。做完这些，
楚风与淡台雪才回到了独孤星风等人所在的地方，并且与独孤星风等人说了要前往仙人岛的事情。练兵仙人举办赐兵大会的事情，我倒是听说过，不过还有一段时日。楚风，你真的要去吗？界师联盟掌教问道。弟子想去。楚风说道。那正好，我也闲来无事，就与你一同去吧，正好也拜访一下练兵仙人。界师联盟掌教说道。一直听闻练兵仙人大名，却从未见过，若是能目睹仙人风采，也是一件幸事。我也一同去看一看。独孤星风也是要去，而在此之后，红强与苗人龙也是纷纷要去。其实楚风知道，他们之所以要去，是因为楚风要去，他们是放心不下楚风，想要保护楚风。对于这种情况，楚风并未拒绝。先不说他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再者说了，有这样一群半地巅峰的高手在身旁，楚风也多了不少安全感，何乐而不为？可是就在这时，忽然一阵天摇的晃，树木倒塌，落叶纷飞，刺耳的轰鸣更是不绝于耳，传自四面八方。楚风等人所在的整座大山都在剧烈的摇晃。怎么回事？感觉情况不对。楚风等人皆是御空而起，而当他们离开大山，脚踏云端，看清下方的一切之后，楚风等人包括炎族老祖在内，眼中皆是涌现出惊骇之色。那种震动不只是那座大山，而是来自四面八方，楚风视线所能看到的地方都在颤动着，不仅是大地，就连虚空也在抖动。而这震动的根源竟不是来自地底，而是来自那不远处的界限能量。界限能量是将五支圣土分割成无数领域的神秘力量，阻隔了五支圣土的交通来往，连远古传送阵都无法穿透，所以它的强大是公认的，连武帝也是没办法让它彻底消失。可是眼下这界限能量如同漩涡一般，正在剧烈蠕动旋转，并且越来越微弱，它们竟然在消失。这分割了五支圣土的界限能量正在消失，这可不太妙啊！炎族老祖发出了一声惊叹，此刻他眉头紧皱，眼中闪烁着不安。前辈，这是怎么回事？界限能量好像正在消散。楚风说道。的确在消散，相信很快这分割了五支圣土的界限能量就要从五支圣土消失了。而一旦这界限能量消失，五支圣土现有的一切都将会变化，不仅现在的格局将会被打破，怕是那在地底深处的存在也将不再安分。炎族老祖说道。炎前辈，你所指的是岩浆世界的岩浆之子？独孤星风追问起来，与此同时他的脸上也满是不安。正是。炎族老祖点了点头。听得此话，莫说独孤星风再度脸色变化，苗人龙以及红强的脸色也都变了。万年之前，岩浆世界内出来了一位岩浆之子，那岩浆之子自称为岩浆帝君，要屠灭众生。当时整个五支圣土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能与他抗衡，几乎都遭受到了他的攻打与屠杀。那个时候五支圣土真是恐慌一片，只因这岩浆帝君一人便如同末日降临一般。事实上，岩浆帝君的出现就是一个末日的降临，若不是关键之际青帝挺身而出，如今的五支圣土怕早就不复存在，化作了一片荒凉之地，也许连一条生命都看不见。所以岩浆帝君是所有人的梦魇，是传说中的恶魔，而那在地底深处的岩浆世界也成了一个可怕的传说，人们都很怕再自那岩浆世界跑出一只如同岩浆帝君一样可怕的存在，那样一来可就大事不妙了。毕竟如今的五支圣土可没有青帝那样的高手坐镇。严前辈，那您可知道岩浆世界还会不会有岩浆之子跑出来？独孤星风担忧地问道。岩浆世界与我们这个世界有着一层天然的结界，是那结界阻挡了岩浆之子，而听闻界限能量其实也是天然的结界，而只要界限能量消失，便预示着那阻挡岩浆世界的结界减弱了。炎族老祖说道。结界减弱，这么说来，岂不是过不了多久，岩浆之子就要重临于世，五支圣土又要遭遇一场浩劫？独孤星风等人的脸色都变得很是难看，变得很是惶恐，变得很是不安。听闻的都是传说，究竟是什么样子都不好说。但就眼前而论，界限能量的消失，各方领域的界限也就随之消失。若不尽快以新的方式划分领土，如同九世这样的势力之间因领域之争而发生摩擦，怕是在所难免。炎族老祖说道。楚风，怕是不能与你去仙人岛了，界限能量消失，必有大事发生，我需要尽快回青木山一趟。忽然独孤星风对楚风说道。楚风，我们也要先回界师联盟。界师联盟掌教与苗人龙一同说道。晚辈明白。楚风知道现在的处境，界限能量消失，势必要掀起一场骚乱，而青木山与界师联盟都不能群龙无首。独孤星风他们又是掌教，现在是必须要回去的。没关系，你们就放心的回去吧，反正我是闲人一个，什么事都没有，我与楚风他们去仙人岛便可。红强说道。那就有劳红兄了。其实独孤星风他们也都放心不下楚风一个人去帝王领域，毕竟那里强者太多，嚣张跋扈又有背景的小辈也太多。不过有红强陪同的话，他们也总算能够安心一些。而就在这时，那种颤动停止了，本隔绝天地的界限能量也是在此刻消失的彻彻底底。随后楚风等人便一同前往了青木领域，因为楚风觉得这次离开青木领域再回来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他有一些事情想要做完，只有做完这些事他才能放心的离开。而他想做的事其实就是要回报当初的一个恩人，那个恩人叫做罗爷爷。当初楚风刚来到五支圣土，便是罗爷爷为楚风指路，也是通过罗爷爷，楚风才拿到了青木山的那张藏宝图。尽管最终闯入那远古遗迹，楚风没能成功得到宝藏，反而害得耀儿被困在了那里，但是楚风还是很感激罗爷爷。他知道罗爷爷用其一生时间走遍了五支圣土，可是却因为得罪了人而被废掉了修为，如今的他过得并不是很好。楚风想要报答他老人家，想让他老人家的余生过得安稳一点，
所以楚风想把罗爷爷接到青木南陵去生活。楚风之所以想把罗爷爷接到青木南陵，而没有接到青木山，首先是因为罗爷爷的住处距离青木南陵比较近，其次就是罗爷爷还有2个孙女，而他们的孙女现在修为尚低，让他们在青木山修炼，怕是跟不上进度。先让他们在青木南陵做一个过渡，反而更好一些。经过一番赶路，楚风等人已是回到了青木领域，而最先来到的便是炎族之外，这里是一个交叉点，他们也都将在此处分别。红兄，楚风与蛋台姑娘，可就拜托你了。临别之前，独孤星风不忘嘱咐一番。放心吧，只要我红强在，保证没人能欺负他们2个。红强拍着胸脯保证道。界限能量消失，5只圣土必然生变，这也许是一代新的帝王灵氏的预兆，也可能是一场浩劫的预兆。总之，平静了足足万年的5只圣土，怕是不再平静，一场变革将要悄然来袭，而帝王领域将是这场变革的风暴中心。你们前往帝王领域，还是要多加小心为好，毕竟那里的奇人异事太多。炎族老祖也是提醒道，晚辈谨遵前辈所言，会小心行事。楚风点了点头，随后炎族老祖回到炎族养伤，独孤星风返回青木山，界师联盟掌教以及苗人龙则是界师联盟赶去，而楚风、蛋台雪以及红强则是向那苗爷爷所居住的方向行去。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见。从此后，怕是不再安宁。可是楚风没有丝毫的惊恐，相反，他还隐隐的感到兴奋。天下大乱日，英雄出世时，界限能量的消失，不管预示着什么，对楚风来说，这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青木领域锦华城外有着几个小山包，小山包下有着几间破旧的房屋，房屋外用篱笆围成了一个小院子。院子虽然不是很大，但里面却养着一些小鸡小鹅。一眼望去，这个院子显得很破，像是穷人家的住所。但是院子里有一名年轻的女子，长相虽然谈不上多么风姿卓越，但也算是有着几分姿色。她在这院子内倒是使这破旧的院子增色了不少，并且这名女子还有着天武一众的修为，虽然谈不上厉害，但这样的修为若是放在九州大陆，那可也是1等1的高手。不过眼下这名年轻女子却安静且认真地坐在院子内，搓洗着衣服，做着如此朴素的工作，就像是一个乡村的好闺女一样，很是贤惠。而她是罗爷爷的孙女，叫做罗莲。莲儿，你真的不打算嫁给少秋？忽然，一个老者走了出来，他正是罗爷爷。我想陪着爷爷，谁都不嫁。罗莲笑着说道：“你这傻孩子，赵家钱庄就在锦华城内，这么近的距离，你嫁过去也可以随时来看我和小茹啊。”罗爷爷劝道：“不，莲儿不嫁，莲儿要一直陪着爷爷，哪也不去。”罗莲坚定地说道：“你这傻丫头，怎么能因为我这个老头子而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罗爷爷有些无奈：“爷爷，姐姐她撒谎，她不是不想嫁人，只是她想嫁的人找不到了。”忽然，一个小丫头从屋内跑了出来，这个小丫头7、8岁的样子，长得白白净净的，很是可爱，像个瓷娃娃一样。而这个小丫头叫做小茹，也是罗爷爷的孙女。虽然小茹年纪还小，但也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小美人痞子，长大后怕是比她姐姐还要漂亮。是谁找不到了？罗爷爷笑眯眯地问道。是楚风大哥哥。小茹眨巴着天真的大眼睛，毫不犹豫地回道：“楚风，你说莲儿喜欢楚风？”听得此话，罗爷爷也是一愣。1年之前，自南方海域来了一个年轻人，叫做楚风。这个楚风不仅救了小茹，更是荡平了尹血蛟，帮他报了大仇。后来楚风离开了这里，前往了青木南陵，自此便再也没有消息。但是罗爷爷其实也很清楚，楚风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他，也改变了他的2个孙女。如果说小茹只是小孩子的心性，把楚风当作恩人的话，那么罗莲则是把楚风当作英雄。身为爷爷的，岂会不了解自己孙女的心性？原来是楚风，不知道楚风现在怎么样了，在青木南陵还顺利吗？罗爷爷发出了一声感叹，望向了青木南陵的方向。他不知道楚风过得如何，但他发自内心的希望楚风能过得好，因为他知道楚风是一个好人，就是楚风大哥哥。姐姐，他特别喜欢楚风大哥哥。小茹疯狂的点头，就好像他说的话不容置疑一般。小茹不要乱说。这一刻，罗莲的小脸顿时就红了起来，害羞的她赶忙把小茹抓了过来，不想她再乱说。就是，我还看见姐姐偷偷画楚风哥哥的画像了呢，不仅画画像，还对着画像偷偷抹眼泪。可是小茹却是调皮的很，一边挣扎一边呼喊了起来，叫的那叫一个欢。小茹，你还乱说！这一刻，罗莲的脸更红了，红得跟熟透了的苹果一样。无奈之下，她只好堵住小茹的嘴。难怪罗莲迟迟不肯答应我的求婚，原来是早就心有所属，移情别恋了。而就在这时，一道冷冷的声音自远处响起，顺声观望，小茹的小脸顿时就变了，赶忙紧紧地抱住了罗莲。而罗爷爷与罗莲的脸色也是变得凝重起来。原来自锦华城的方向来了一批人马，这批人马是赵家钱庄的人马，为首的是一名男子，这名男子是赵家钱庄的少庄主，叫做赵少秋。当年楚风能够结识罗爷爷，还多亏了这个赵少秋。赵少秋本来是罗莲的相好，两人感情极好，罗莲更是视赵少秋为自己的白马王子。可是1年前，小茹被尹血教的人活生生的挖了双眼，可心疼坏了罗莲与罗爷爷。而在小茹遇难的时候，赵少秋也在场，可是被罗莲视为白马王子的赵少秋不仅选择了袖手旁观，还吓得瑟瑟发抖。那个时候罗莲真的是绝望了，他觉得小茹的双眼是因他而没的，愧疚的他连死的心都有了。可就在那个时候，被罗莲深深看不起的外来人楚风却挺身而出，不仅奇迹般的治还了小茹的眼睛，更是凭借一己之力踏平了尹血蛟，替他爷爷报了血海深仇。自那以后，
罗莲的心便不再属于赵少秋，而是深深的爱上了那个他不熟悉的外来人楚风。只是可惜，楚风自那日之后便再也没有出现过。他与楚风也不过是两面之缘而已。反而在那之后，赵少秋不断的向他求婚，想要她嫁给自己，甚至还暗中派人监视着他们，不让他们离开锦华城的势力范围，一副吃定了他的架势。而今日赵少秋竟然又来了，并且还带了这么多人，穿着迎亲的衣服，显然是来者不善。这一次赵少秋怕是要动真格的了。赵少秋，你来这里做什么？你我早就没有关系了，请你不要再纠缠我。罗莲冷声说道。罗莲，你少装蒜，当初你侬我侬的，说什么非我不嫁，可自打那楚风来过之后，你就对我爱答不理，甚至看见我都躲着走。你的那点心思，其实我早就猜到了。但我赵少秋是什么人？我认准你是我的女人，你就是我的女人。今天我就把话放在这里，你今天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不是你自己说的算的。我今天不仅要娶你罗莲，还要娶你妹妹罗如，你们姐妹俩我都要娶，你们姐妹俩今日都要嫁给我。赵少秋说话之间，双眼都冒着阴森森的光芒，看着罗莲与罗如，就像在看两只可口的小绵羊。赵少秋，你说什么胡话？小如才多大，我怎么可能把她嫁给你？罗爷爷愤怒地说道。罗爷爷，您别生气嘛，先听我说，小如这么小，我肯定不会碰她。但是您看您这生活环境也太差了一些，我把小如接到我们赵家，吃香喝辣的供着，几十个婢女伺候着，不比在这里舒服得多吗？您老倒是风餐露宿惯了，吃惯了苦头，但是小如不行啊，还是让她去我那里享享福吧。何况小如也快到了休武的年龄了，在我赵家什么资源都有，对她的前程也是大有好处啊。赵少秋笑眯眯地说道，一脸的坏水。赵少秋，你给我滚！我罗家不会有人嫁进你赵家，小如不会，莲儿也不会，快给我滚！滚出我们罗家！罗爷爷气得瑟瑟发抖，走过去便要把赵少秋等人推出自己的院子。你给我滚一边去吧！可是赵少秋只是手臂一挥，轻轻的一推，只听扑通一声，便将罗爷爷推出数米开外，连滚带爬的撞在了篱笆墙上。你个老不死的，真以为你还是武王呢？一个废人也敢跟我动手，真是给脸不要脸！推到罗爷爷后，赵少秋不但不以为耻，反而冷嘲热讽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就如同打了老人，是一个多牛逼的举动一般。赵少秋，你竟敢对我爷爷动手，我和你拼了！这一刻，罗莲大怒，放下小如，便掠向了赵少秋。他玉手翻飞，化作道道鹰爪，那鹰爪抓向虚空，进化为朵朵莲花。莲花看似美丽，可却暗藏杀机。这是一种武技，7段武技，鹰爪莲花手，出手就是7段武技。这罗莲真的是怒了。莲儿，你可真是好狠的心呐！当年非我不嫁，如今拳脚相加，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罗莲的攻势虽然很是凌厉，可是赵少秋毕竟是天武二重，躲开罗莲的攻击简直就像玩一样。但是他可没有老老实实的躲闪，而是一边躲闪一边装作伤心欲绝，侧面的讽刺罗莲的薄情寡义。少废话，敢打我爷爷，我非教训你不可！罗莲越来越生气，攻击也是越来越凌厉，双手变化，掌法凌厉，可谓步步紧逼。妈的，你跟那臭老头一样，都是给脸不要脸！忽然赵少秋脸色一变，随后大袖一挥，啪的一声，一个耳光便落在了罗莲的脸上。这一个耳光扇的可是不轻，不仅将罗莲扇飞到了罗爷爷的身旁，狠狠地摔落在地，还在他那白皙的脸上留下了一道血淋淋的掌印。和我斗，你行吗？打伤罗莲之后，赵少秋不仅不感到羞耻，反而很是得意地嘲讽起了罗莲，丝毫没有怜香惜玉之心，更是不顾及当年之情。赵少秋，你个猪狗不如的东西，除了打女人和老人，你还有什么本事？当年尹血娇对小如下毒手的时候，你怎么没有现在这个气概？你就是一个窝囊废，只知道欺软怕硬的窝囊废。要是楚风在这里，我看你敢不敢这样对我们？罗莲气得咬牙切齿，指着赵少秋大骂起来。楚风？楚风是谁？是那个从南方海域来的穷小子吗？他好像挺厉害的，是不是？好啊，你去把他叫来，你把他叫过来，看我打不死打他！赵少秋不以为然地说道。你等着，我这就去青木南陵找楚风。罗莲气得不轻，站起身来，竟真的要走。找？我他妈让你找！可不曾想，赵少秋一个箭步便来到了罗莲身前，啪啪啪地对着罗莲的小脸又连续地抽了3个大嘴巴子。3个耳光过后，罗莲在原地转了一个圈，这才瘫坐在地上。他不仅被打得满脸是血，还被打得满嘴是血，简直惨不忍睹。赵少秋，你他妈不是人！我当初真是瞎了眼，竟然看上了你！罗莲简直快气死了，他也恨死了，恨死了自己。毕竟眼前这个暴打他的男人，是他当初深爱的男人。怎么后悔了？我告诉你，晚了！妈的，你个臭娘们，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明媒正娶你不嫁。好，老子现在改主意了，我不娶你了，但是我要玩了，你玩完就扔，把你卖到窑子里去！赵少秋说话之间，便探出手掌，一把抓住了罗莲的裙子，随后撕拉一声，便把罗莲的裙子给扯下了一大块，露出了一双雪白的长腿。畜生，放开我孙女！见状，罗爷爷赶忙扑了过去，滚开！可是罗爷爷还未靠近，赵少秋大袖一挥，一阵大风吹起，便将罗爷爷吹出数米开外，落在了自己的茅草房上。强大的力量更是让罗爷爷那瘦弱的身子直接把茅草房撞了个粉碎。虽然当初的罗爷爷是个武王，可是现在的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哪里经受得了这样的冲击？此刻浑身是血，连动都动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赵少秋对自己的孙女下毒手。放开我姐姐！放开我姐姐！这一刻，小如竟然跑了过来，抡起2个小拳头，用力地捶打着赵少秋。崽子，你也敢跟我嘚瑟？看我不先收拾了你！
赵少秋一只手便把小茹按在了地上，随后猛然一扯，撕拉一声，竟把小茹的衣服给撕扯开来。赵少秋，你要做什么？见到这一幕，罗莲眼睛瞪得溜圆，他简直被吓傻了。做什么？我今日把你们姐妹一起办了。赵少秋说话间，便向小茹扑了过去。赵少秋，你个畜生！小茹还是个孩子啊！罗莲拼命地扑了上去，滚开！等下就轮到你！赵少秋又是一个耳光，把扑来的罗莲扇到了一旁，随后也不顾小茹如何哭喊，便继续撕扯小茹的衣服，并且一边撕扯还一边大笑，简直是丧心病狂。赵少秋，我要你生不如死！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满含杀意的声音忽然在远处传来。什么人？这个声音响起之际，赵少秋等人皆是吓得面容大变，因为当那个声音响起之时，不仅天摇得晃，狂风大作，更是电闪雷鸣，乌云滚滚。只是眨眼之间，那方明媚的天空一时变得天昏地暗，仿佛末日降临一般，恐怖无比。那个架势简直就像是苍天震怒了一样。那昏暗的天空越来越沉，那电闪雷鸣也是越来越响，那恐怖的威压也是越来越强，笼罩而下，仿佛大地都要被碾碎一般。这等压力之下，赵少秋等人早就吓得魂飞魄散，屁滚尿流，哪里还敢做苟且之事？起身便要逃走。赵少秋，你哪里走？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宛如天神下凡一般，出现在了院子之中。而这位不是别人，正是楚风。楚风，竟然是你！看到楚风，赵少秋就如同看到了阎王一般，顿时吓得瘫坐在了地上，浑身上下瑟瑟发抖，连动都动不了了。不只是他，就连赵家的人也都吓得瘫坐在了地上，因为他们都知道楚风，知道楚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年的尹血教已是足够可怕，可谓是让人闻风丧胆，但是楚风却是凭借一己之力便铲除了尹血教的存在。这是一个真正的恶魔，一个真正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甚至成为了锦华城一个可怕的传说。而如今这个煞星竟然又回来了，他们岂有好日子过？楚风，真的是你？而相比于赵少秋以及赵家之人的惶恐，罗爷爷以及罗莲则是惊喜无比，简直就像是在做梦一样，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罗爷爷，放心，有我在，没人能欺负你们。楚风笑着对罗爷爷打了一声招呼，而就在楚风话音落下之际，一道如仙子一样的身影忽然出现，来到了罗爷爷身旁，以结界之法开始为罗爷爷疗伤。这位正是与楚风同行而来的淡台雪，你当初装死，今日我就让你生不如死。在淡台雪疗伤之际，楚风则是一把抓住赵少秋，将他给提了起来，以极为冰冷的语气说道。此刻的楚风真的是愤怒到了极点，当年离开此处的时候，便考虑到了他们人身安全的问题，已经将罗爷爷他们转移到了另一座城池内，并且还在那城池内为罗爷爷他们购买了很好的宅院。而离开之时，曾路过锦华城，一走一过的时候，楚风看到锦华城满是尸体，被尹血教的人屠了城，杀了很多人，而赵少秋也死在了其中，并且死得很惨，尸体还放在最明显的地方，悬挂在锦华城的城门之上。那一幕可是将罗莲给吓坏了，被刺激的不轻。但是楚风一眼就看出来了，那赵少秋虽然身受重创，但却根本没死，他是在假死。不仅赵少秋在假死，还有很多人都在假死，而那些凡是假死的人都是赵家钱庄的人。楚风当时就明白了，赵家钱庄财产无数，来不及转移，又知道尹血教必来屠城，所以便进行自残，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悲惨至极。随后服用了特殊的假死药，用装死这一招躲过一劫。楚风与这赵少秋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所以便没有揭穿他的假死行为，也没有对罗莲说出真实情况。因为楚风知道罗莲心中有赵少秋，可是赵少秋却是一个胆小之人，不想他们再有瓜葛，所以便没提此事。但是今日楚风前往那座他为罗爷爷购买的府邸之中，才知道罗爷爷他们已经把房产变卖，并且没人知道他们的去向，这可把楚风急坏了。无奈之下，楚风想到这锦华城乃是罗爷爷之故土，也许罗爷爷念旧又回到了此处，毕竟尹血教已经被楚风铲除，就算罗爷爷回到锦华城，也不会有生命危险。楚风怀着碰碰运气的心理，便来这里看一看。没有想到罗爷爷他们不仅在这里，赵少秋也在这里，并且赵少秋还在做着猪狗不如的苟且之事。我赵少秋被吓坏了，吓得裤子都湿了一大片，连话都说不清楚了。你不是喜欢做苟且之事吗？我就让你做，让你做个够，让你做死。楚风说话之间，忽然把赵少秋丢了出去，随后他意念一动，便凝聚出一道阵法。那阵法光芒闪闪之际，竟传来一阵怪吼，随后自那阵法之中钻出几十只大猩猩。这大猩猩高达3米，浑身是毛，虽然是结界凝聚而成，但却栩栩如生，仿佛如真的一般。最重要的是，这些大猩猩不仅长得奇丑，还全是母的。现身之后，便发出一阵阵渴望的咆哮，眼中散发着奇异的光芒。楚风，你这样真的好吗？这一刻，但台雪的脸色有些不太自然，他已经猜到了楚风想做什么。对待这种人，这个方法再适合不过。楚风说话之间，意念一动，那10只大猩猩便扑向了赵少秋，随后便以极为残暴的方式对赵少秋做起了极为残暴之事。不要！救命！这一刻，赵少秋惨叫连连，痛不欲生，不断发出痛苦的哀嚎声。跑！快跑！见到这一幕，赵家庄的人都吓坏了，转过身去，连滚带爬的便要逃跑。什么主子，养什么样的奴才？你们也与你主子一同享受吧！楚风意念一动，又有几十只大猩猩自阵法之中跳了出来，如饿虎扑食一般，将赵家的所有人都扑倒在地，撕扯衣服，做起了凶残之事。看到这样一幕，罗莲心中的怨恨瞬间烟消云散，因为赵少秋等人
此刻的情况实在是太惨了，简直比杀了他们都要惨。他们在做什么？小茹好奇地瞪大了眼睛。小孩子，不要看！楚风赶忙抱起了小茹，遮住了他的眼睛，随后大袖一挥，一道封锁结界便将赵少秋等人封锁了起来。看不到他们与大猩猩之间所做的事情，但却能够听到他们痛不欲生的惨叫声。小茹，想不想楚风哥哥？楚风笑眯眯地问道。想，特别想。小茹都想死楚风大哥哥了，一直盼着楚风大哥哥来找小茹玩。小茹抱着楚风，很是亲昵地撒起娇来，甚是可爱。楚风，你怎么回来了？这一刻，罗爷爷走了过来，在淡台雪的医治下，他不但伤势痊愈，更是精气十足。罗爷爷，我还没问您呢，好端端的不在豪宅中住，怎么又跑回这简陋的院子之中？楚风很是不解地问道。这一刻，罗爷爷沉默了，似是有难言之隐，没有再说话。我们不是自愿回来的，是被人赶出来的。就在这时，罗莲开口了。